美股的谷歌也是处于一个长期大牛市的一个股票。会员想了解一下后期谷歌向上的空间有多大，当前是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中途有没有上车的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来展开本次的视频话题。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其实这个票我们之前是在4月2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出过一期视频，但是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比较慢。我们当时出视频的价格应该是在$160左右，然后截止到目前价格是涨到了196、197的位置，整体涨幅也是涨了30多美金，有 20% 的上涨空间。它整体走势属于一个慢牛行情，尤其到了目前处于最后一个第5浪上涨的内部结构的时候，它的震荡会加剧走势节奏会变慢。但是上方你说有没有新高？还会有新高，因为由于超级牛市的原因，它出现了延长浪的特征。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先划分一下大周期的它的一个波浪结构。大周期的波浪结构，其实这只美股它就是处于这个超级大5浪上涨的一个后半程，1浪、2浪、3浪调整的4浪，目前处在第5浪当中这个第5浪内部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所谓的引导楔形的次级别五波形态这是目前我们对它大结构的一个整体划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此次向上的空间或者上方的压力目标大致位于哪里。那这里我们就要对比一下大3浪和这个大5浪的一个比例关系，幅度比例关系。那通过这个波浪尺的来看，后期整体向上的目标压力它存在2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1:1的比例关系它是位于$228。第二个位置是 1.382 倍的位置，是位于284。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近2个压力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一波第5浪的内部结构来展开这个划分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周线图。按理来说的话，从这个4浪的低点是在 $84.86， 涨到这次的高点历史新高是在 207.05。 常规来看应该这波第5浪走势结束了，但是位于超级牛市里面，它有可能5浪内部会再次划分成5个子浪。那这里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最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会出现。那如果按照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出现的话，那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要继续划分的话，51、52，后期有一个53，还会有一个54的回撤，然后55。那整体的结构形态大致目前来看，以这种方式向上运行，它的概率最大。第一次的5浪1，调整的5浪2，当前所处位置的5浪3，后期最后一次调整的5浪4，还有一个最后的一波上涨5浪5。这是目前周线上我们能看到的大概的这样一个预期。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波浪尺来测算一下5浪1和5浪3的一个比例关系。如果按照终结楔形的预期去运行的话，那么这个53的整体涨幅它会小于5浪1的一个幅度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可能也就是之前所说的$228这个位置，概率偏大一些，或者说再稍微高一点，那就是找到1倍和 0.618 倍和1倍之间的一个中值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大概是位于240。那近期这一波上涨周线级别的5浪3上涨，那么我们先看就是228到240这个区域先看。那从目前点位来看的话，向上的空间大致还有30到$45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当前的点位来说的话，上方的空间还是存在的，小波段操作还是有机会的。
那最终这个5浪5走完，那么可能会去到比如说这个264，或者说是去到284，都是有可能的。那这264到284，这是最终的一个目标位。那当前我们就着眼于现在5浪3整体的上涨空间大致还有30到45的一个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更小周期的日线图，看一看短期的支撑位于什么位置。因为短期的支撑基本上就是我们短线上车的一个机会，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目前短期 140.50 开始的这波上涨，那整体结构也可以看到1、2、3、4、5，可能又有一个5啊。那这个5波走势结束之后啊，它有2种预期的回撤。第一种比较强，在突破前高之前，可能向下回撤的幅度比较小，188日线支撑188美元，它可能继续向上走出一个这个日线级别的沿上浪走势。第6波的回撤，第7波上涨以及第8波第9波来完成这个5浪3的全部上涨走势，这是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它会展开一个相对较深的一个调整，考虑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172到165这个区域。如果按照这种走势来划分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一次的所谓的5浪3上涨的第一波走势就全部结束了。它可能5浪3内部它最终也会走出一个相对清晰的5波结构。那么目前这就是第一波走势，这是第2浪，向上有一个3浪以及4浪以及最后一个向上5浪，来完成这个5浪3的全部形态。当前我们来看后期的走势预期就是以这2种为主。我们首先观察等待最近的这一次调整，当然它这次的调整它要和之前6月10号开始的以及4月25号开始它属于同一级别的，它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也和之前2次相类似，幅度可以刚才说了，只要高点出现之后，我们拉取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和低点，那么找到 0.382 的位置，那么就是它潜在的一个支撑区域。当然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我们还是要看到回落到支撑区域之后，第2点要看到出现的这种底分性十字星的信号才算数。通过刚才我们一系列的大结构小结构的波浪形态分析，那么知道了这次谷歌向上的长期牛市还没有结束，目前是运行到了这一次长期牛市当中的5浪3这个阶段。中短期的这个5浪3向上还有30到40美元的一个空间潜在空间，所以短线如果有回落的话，可以选择参与一下，只要保持你的仓位不要过重就行。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